的太奶是火焰神龙，我的老妈是冰霜巨龙。只因这个世界的女人每到18岁都可以觉醒成为不同种族的龙灵，小到毫无攻击力的龙虾，大到毁天灭地的五爪金龙，而男性则会觉醒成为龙骑士，二者相互契约，可获得强大力量，一同抵御强大的魔族。然而我虽觉醒了3S 级天赋龙门，任何与我契约穿越龙门的女性都可以进化成为3S 级龙灵，却还是被众人嘲笑是最垃圾的废物。只因我觉醒了双天赋，只有和别人契约后才能解锁出龙门天赋，在此之前我只能使用最垃圾的地级天赋双重契约。正当我准备去找女友契约解锁龙门天赋时，突然发现觉醒台上的女友柳寒娇被一股金色光芒围绕，紧接着原本人类的形态逐渐模糊，随之一个长着一对翅膀、约5米左右的暗红色大蜥蜴出现，同时旁边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检测结果，姓名柳寒娇，龙灵形态火爆飞龙，血脉天赋等级 S 级。天啊，竟然是 S 级！这种天赋的龙灵，龙翔学院近10年都没有出现过，不愧是我的公主，请让我成为你的骑士。而柳寒娇则是朝着我走来，因为之前没有关注男生的觉醒，所以见面后他就问道：“你也是 S 级吗？”我摇摇头。柳寒娇脸色一变，追问道：“那一级也是很优秀的，我们可以发挥出更强的战力。”不，我是D级。柳寒娇闻言脸色大变，忍不住后退了2步，似乎是怕我把这低级天赋传染给自己一样。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你怎么可能是D级？柳寒娇挤出一丝笑容说道。我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：“我就是D级，怎么现在你柳大小姐还想和我在一起吗？”我这话一出口，周围的人顿时先不干了，你不过是一个废物，凭什么要我们柳公主和你在一起？众人一阵嘲笑，让柳寒娇心中更是感觉烦躁。我是她主动追求的男朋友，因为我很帅，而且各种测试都名列前茅。按照她的设想，今天两人双双觉醒 S 级天赋，那么就可以双宿双飞。但现在她如愿以偿的觉醒了 S 级天赋，而我却只有普通的D级天赋。这时满脸坑洼的男生赵振一脸喜悦的冲来，对着柳寒娇说道：“娇娇，我觉醒了 S 级御龙使天赋巨龙宝石，你做我的女朋友吧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柳寒娇做出了决定，看向我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，我们终究是不同的阶层，平民就只是平民而已。”但她却发现我并没有搭理自己，我目光已经从她的身上移开了，包括周围的人也一样，大家看向了觉醒台。此时另一位被寄予厚望的美少女站到了那里，她叫宋希瑶，女生之中测试成绩年级第一。你们说这个宋希瑶会不会也是 S 级？有可能，毕竟她可是年级第一，柳寒娇也不过是第2把，宋希瑶同样是年级第一，她身上的压力也很大。此时她紧闭双眼，按在水晶球上的手几乎颤抖起来。终于一道白光闪过，宋希瑶的身形消失，原地出现了一个体长2米多、龙头鱼身有着4个小爪爪的生物，姓名宋希瑶，龙灵形态螭吻，血脉天赋等级 F 级。怎么可能？竟然是最低级的 F 级！众人一时间炸开了锅，频频发出感叹声。原本以为宋希瑶是最顶级的 S 级，没想到竟然是 F 级，这连陆贞的 D 级都不如，中间还差了一个1级呢。柳寒娇本来对宋希瑶就有敌意，见我看她而忽视自己，更是心中恼怒，嘲笑道：“陆贞，我当你在看什么天才？不过是一个 F 级的废物罢了。我还以为她就算不如我，至少也会是 A 级，没想到她比你还不如。”我却是直接无视了她，朝着宋希瑶走过去，留下她僵硬的站在原地。宋希瑶还在觉醒台上，她似乎不能接受这个结果。作为年级第一的她，怎么会成为一个觉醒了 F 级天赋的失败者？作为孤儿的她，只有觉醒成为强大的龙灵，才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。但现实却是给她如此大的打击。一个 F 级的龙灵，在如今男少女多的社会结构之中，她基本没可能获得自己的御龙使。同学，下去吧。负责觉醒的老师提醒了一句。宋希瑶脚步踉跄地走下觉醒台，一个恍惚之间，左脚绊住了右脚，身体倾倒下去。宋希瑶想着，反正已经那么狼狈，倒下去也没什么。这个时候却是忽然感觉到一阵的温暖，回过神发现自己倒在了我的怀里。同学，我是D级天赋，你愿意做我的契约龙灵吗？看到这张帅气的面孔，他回过神，赶紧从我的怀里站起来，然后点了点头，我愿意。他是认识陆贞的，知道对方也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同学，尽管只有D级天赋，但对现在的他来说，就算是一个 F 级的御龙使都可能嫌弃他。如今有一个 D 级天赋的人愿意和他缔结契约，这已经是很难得了。这时候柳寒娇的声音传来，他不过是一个废物，你选他做龙灵，我知道你是因为自己现在只不过是D 级，觉得自己配不上我，自暴自弃对吧？如果你求我做我的男仆，有我家的资源，我可以帮你契约一个D级以上的龙灵。然而我却是牵住了宋希瑶的手，拉着她朝着人群外走去，根本没有搭理她。霎时间，柳寒娇仿佛是被冰冻住一样，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愤怒又屈辱的复杂情感之中，娇躯微微的颤抖着。天赋达到 S 级的自己，在陆贞眼中竟然连天赋只有 F 级的宋希瑶都不如。陆贞，你给我站住！没听到潇潇在跟你说话吗？你现在已经不是年级第一了，不过是一个D级天赋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这么嚣张？赵振看到自己的女神柳寒娇被我甩了脸，顿时出言呵斥，显示自己的存在。他跟在柳寒娇身边舔了3年，如今终于要得偿所愿，那是心情格外舒畅。但看到柳寒娇还对我这么用心，他就感觉像是吃了苍蝇一样的难受。可回应他的仍然是我的无视。你这家伙，老子跟你说话呢，你耳朵聋了？这时候我已经带着宋希瑶走到了契约台的位置，契约台就在男生觉醒台和女生觉醒台中间。男生选定了心仪的龙灵少女之后，就可以直接来这里完成契约，因为从今天开始3天内要完成御龙战士考核，所以越早完成契约越好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与赵振和柳寒娇吵架是白费力气，所以他选择了直接无视。我要让结果出来，然后狠狠地打脸。站到契约台上之后，我双手与宋希瑶的手掌贴合，而后按照记忆中学到的契约之法，调动精神力，触发脚下的法阵。下一刻，一道金色光幕从契约台周围浮现，紧接着金色的丝线一层层将两人的精神海串联。契约完成，金色光幕落下。如果按照正常契约流程来说，此时便已经结束了，但我的身上却是忽然再次释放出一道金光。怎么回事？陆贞不是已经觉醒过了吗？怎么还会觉醒？而这时一道强大的气息却是倏然来到了这里。看着这一幕，惊喜地说：“这是御龙使天赋2次觉醒，第2个御龙使天赋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龙翔学院的院长阮思明。1年1度的觉醒仪式，对整个人类群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他
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，故而一直关注觉醒台附近的情况。当陆真2次觉醒气息出现的一瞬间，他就感知到了，第一时间冲了过来。每一个2次觉醒的人，无一不是天才，他们拥有双重御龙使天赋，能够给予龙灵更多的帮助，故而可以培养出更强大的龙灵。所以他此时非常的激动，目不转睛的看着契约台上的身影。周围的人听到他的话语，顿时一片哗然。没想到事情还有这样的反转，天才陨落就落下了不到10分钟，然后又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竟然还可以2次觉醒。赵震更是暴怒的跺脚，低吼道：“这绝对不可能！陆真就是一个地级天赋的废物，凭什么可以2次觉醒？”作为陵阳城3大家族柳家的千金，柳寒娇自然也听说过2次觉醒和双重天赋。他知道所有2次觉醒的人，第2天赋最低都是 SS 级，甚至还有一个是 SSS 级天赋。这样的陆真完全有资格成为他的骑士，继续做他的男友了。陆真的第1天赋是双重契约，意味着可以和第2个人完成契约，这不就是给我准备的吗？柳寒娇露出了自信的笑容，她决定原谅陆真了，就让那个宋希瑶做自己的侍女好了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情不错，一脸期待地看向契约台。金色光芒之中，一道雕刻着神秘花纹的门框一样的东西浮现在半空之中。一旁的宋希瑶内心深处生出一股强烈的渴望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变化，成为了吃吻的龙灵形态。紧接着陡然从那金色巨门之中穿过，整个身体被一团金光包裹，随后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绽放，一头体长达到6米多的4爪龙鱼出现在半空。阮思明颤声说道：“这是 SSS 级的龙灵气息。”此话一出，本就心中产生猜测的众人无比震惊万分。不是吧？宋校花不是最低级的 F 级天赋吗？就因为从那个金色巨门之内跳过，就一跃从 F 级晋升到了 SSS 级，这也太扯了吧！我的天赋是D级，若是可以和陆学长契约，我岂不是可以成为超 S 级的龙灵？陆学长好像还可以契约第2个龙灵，我还有机会。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，少女们满是对宋希瑶脱胎换骨、晋升 SSS 级龙灵等级的羡慕和嫉妒，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替代她成为陆真的契约对象。而柳寒娇更是气得咬牙切齿，她觉得如果不是这个宋希瑶，此时万众瞩目成为 SSS 级龙灵的就应该是自己了。强大的 S 级龙灵气息释放出来，狂暴的热浪让周围那些快要忍不住扑上去的少女们动作一致。陆真是我男朋友，你们也配？柳寒娇冷冷地说道。旁边原本就很愤怒的赵震闻言，一张脸更是变成了宛如猪肝一样的颜色，但他没有丝毫责怪女神的意思，脑海中全是对陆真的嫉妒和仇恨。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那些少女们虽然不忿柳寒娇这种嘴脸，但碍于她的身份和实力，也都不敢出声反驳。契约台上，宋希瑶化为了人形，脸上满是激动之色。在我的眼中，宋希瑶的龙灵信息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宋希瑶吃吻 SSS 级，等级一阶，神性天赋1腾云驾雾，神性天赋2吞噬，可吞噬万物化为能量增强实力，神性天赋3控水，可掌控江河湖海之水，免疫水系法术伤害。其他龙灵的天赋技能叫做血脉天赋，而宋希瑶这里被称为神性天赋，天生便是无比高贵的存在。这3个天赋自然无比强大。腾云驾雾算是真龙血脉的固有技能，不需要翅膀就可以腾飞9天。吞噬控水简单的4个字，意味着绝对的掌控，万物可吞，万水可控，不愧是传说中真龙9大血脉之一。我收回了龙门，牵住了他的手。两人刚走下觉醒台，就看到院长急匆匆地拦在了面前。你们2个跟我去重新鉴定一下天赋信息。我微笑着说，我就不用再鉴定了，我是 SSS 级天赋，让宋希瑶再鉴定一下吧。听到他这么说，阮思明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并没有强求，而是带着2人重新来到了女生觉醒台。宋希瑶站上去之后，屏幕上显示出她 SSS 级的龙灵品质。众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真的看到显示屏幕上的信息之后，还是惊叹出声。宋希瑶运气真好，不就是长得比我漂亮一点，好歹我也是1级天赋，她却可以靠着陆真成为 SSS 级龙灵。陆学长不愧是 SSS 级御龙使，当初也不知是谁把陆学长甩，真是眼瞎呀。陆真哥哥还有一个契约位，如果他成为我的骑士，多么高难度我都可以挑战。听着众人的讨论，我依旧保持自己淡定的模样。我的天赋可不是什么 SSS 级，之所以不重新检测，就是防止暴露。这个世界可不只是有我所在的炎夏联邦一个国家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。虽然说现在有共同的敌人魔怪，但各国之间争斗还是有的。SSS 级的天赋虽然稀有，但各国也都有那么几个。可若自己的天赋等级暴露，真的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只因我的天赋1是超神级神性契约，可以与无限数量的神性血脉龙灵缔结契约；天赋2是超神级的龙门，契约对象跃龙门觉醒神龙血脉，此后每跃龙门1次血脉增强1次。陆真，我原谅你了，现在我们去契约吧。柳寒娇从人群中挤到了前面，摆出一副娇羞亲昵的模样，一边说着一边朝我的胳膊抓来。我却是一个后撤步躲过去，摆手道：“这位前女友，请你自重。”柳寒娇见状，整个人差点直接摔倒。她可是陵阳城的小公主，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委屈？但为了能够和 SSS 级天赋的陆真契约，为了可以让自己也进化成为 SSS 级的龙灵，她压制出内心的怒气，挤出笑容说道：“陆真，你别闹了，有什么不满，我们回家后私下里再解决。现在我们去完成契约好吗？”她朝着我走来，再次伸手去抓我的胳膊，却见到我又一次躲开。抱歉，你不配。脑海中回想着这3个字，宛如遭了雷击一样。柳寒娇甚至忘记了继续阻拦。等我牵着宋希瑶的手走出几米，她方才反应过来，猛地她转过头喊道：“我不配，那谁配？你还有一个契约位，这里只有我的天赋最高。虽然你可以帮助一个 F 级的废物变成 SSS 级，但那只是一个偶然而已。契约我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”我脚步顿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而是留下一句话之后继续走远。在我眼里，你的天赋一文不值。我并不是刻意装什么，因为的确是这样。这些人觉醒的龙灵都是西方巨龙一系的品种，在我眼里就是长翅膀的大蜥蜴而已。只有拥有神龙血脉的少女们才有资格成为我的契约龙灵。柳寒娇的确不配。看到柳寒娇的这副丑态，
周围的女生们开始幸灾乐祸起来。就算是 S 级天赋又怎样，在陆学长眼里一文不值。当初说分手的是他，还说是什么2个阶层的人，现在刚过半小时就求着复合，真不知羞耻。他们的议论声很小，但身为 S 级天赋的柳寒娇还是听得清楚，脸色逐渐变得狰狞。娇娇，你没事吧？赵震走过来问道。柳寒娇猛地抬起头，看向他说：“你想做我的骑士吗？”赵震闻言顿时激动地说：“我想，我愿意。娇娇，你答应做我的契约对象了。”柳寒娇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带着他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随口说道：“我可以答应你，但前提条件是你要找机会给我废了陆贞和宋希瑶，我要让他们变成废物，跪在我的面前。”